很久不见，大家最近还好吗？我断网了很长时间，我没出来那段时间，我是什么都没看，我什么都没看，我直接把抖音删掉了，对，直接把抖音删了，然后昨天才下回来，然后昨天才登上。我删抖音删了有多久？20多天，快30天了，是不是？8月底删的应该是。戒指摘了呀，戒指摘了，没颠呢。我现在一点都不颠。我最近就是做起来调整还挺好的，每天就是12点睡，然后早上8、9点起，然后起来就去运动。今天起来8、9点钟起来去打了一个羽毛球，打完羽毛球之后就是去朋友家自己做饭，做完饭之后就回来跟助理拍东西了，然后拍到刚刚，然后想要今天跟大家聊一聊，对啊，而且我现在敢一个人睡觉了，也不是敢一个人睡觉吧，我就是我整理了5、6天，就把家里就是没事干的时候天天就打扫卫生，然后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的，然后把房间就摆了很多灯，摆了很多以前大家送的灯，然后就睡觉的时候就开着，对啊，然后就每天一个人睡觉，现在感觉也能慢慢适应呗。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应该这个阶段是分了，现在是分了，不是什么爱不爱的吧，就是爱肯定还是爱的，只是就是这半年这个状态就是一直就荡荡，就是跌跌荡荡的，我感觉就是在也虽然很爱，但是就是你自己的情绪不是你自己能控制的，就是不是你自己能掌握的，就是掌握自己的情绪都不是你自己，就感觉这谈到没有很累啊，而且感觉就是自己的情绪都不是自己能掌控的，就是你今天吃不吃饭，然后你今天心情好不好都不是你自己说了算的，然后就觉得先把自己活明白吧，感觉自己都没活明白。还和好吗？感觉目前这个阶段应该先把自己活明白吧，以后是有再说吧。现在这次应该就是先就会分开，这应该会分开，先把自己给活明白吧。我觉得真的不是就是很爱就能在一起，还有就是生活状态，还有就是两个人相处的习惯吧。感觉这不是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人，而是我觉得是要先把自己能活成一个独立的人，然后才有去好好爱别人的能力，而不是去爱一个人把自己活的就是人模狗样的。我是这样，我现在就是想得很明白，因为我感觉其实这半年在你们看得到的地方看不到的地方，就是在你们看不到和看不到的地方，就真的就是怎么说呢？我现在要想一想，因为我也怕就是说的不好，反正你们要骂就骂吧，你们要骂就骂我吧，我也怕就是说的不好，就是就真的就是一直就是两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很多问题，不是头发白剪眼泪白流了，而是我觉得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就是迟早就是把自己就是两个人都活得很不开心，你还不如把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，你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时候，就是你能自己不在别人的就不依靠别人的情况下活得更好的时候，我觉得再去想会更有意义，也不是更有意义吧，我觉得会更舒服，而不会像这样就是一周吵3天，啊，会就不是也不像，因为这半年，就经常会有问题，然后很多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反而然后就活到我感觉就是自己的情绪
你自己都不能控制自己情绪，就是你开不开心，我不需要有人在原地等我，我可以承受所有，你们就骂我吧，我就他能过更好就行了，然后我也不想多说什么，为什么分开了就不爱？但你觉得一直维持我们这半年这状态好吗？因为我是真的就是好好就是想过了，我就觉得与其一直维持这半年这种状态，就是开心1个月开心的工作3-4天，然后再吵半个月架，再工作3-4天又吵半个月架。因为就是感情的就中间就是遇到的问题的对错，我觉得就是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这是2个当事人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可能这半年就可能就是好个3-4天，然后中间又吵个4-5天，然后3-4天，就遇到问题这种事情，就因为这是我们2个当事人的事情，然后我就觉得一直维持这状态也不好，先把自己活好吧，我也不想，我就希望他过得更好吧，希望以后不后悔，我也把自己活好了，无所谓，分开了就不爱，在一起互相折磨就是爱。因为我跟你们讲一下，因为我家里最近也出了一件事情，我也觉得就会让我觉得这世界真的很扯淡。因为我家里最近也出了很多事情，我就觉得这世界很扯淡。就是我家里就是有一些长辈，就是明明是在一起，然后就是也结婚了很长时间，但是就是他们也在一起，但是他们从不睡一起，然后各自外面都有各自喜欢的人，那就这样就是爱嘛，然后这样在一起，这种不得不在就是爱。我并不是觉得，我觉得反正是我在我的爱情观里，我并不觉得就是分手就是不爱，分开就是不爱。因为我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我就真的觉得这半年相处模式很畸形，是真的很畸形。与其痛苦在一起，还不如就是各自变得更好。而且现阶段我们2个现在在一起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就也是一直在循环，就是和好吵架一直在循环。我觉得与其这样一直在循环，还不如就把自己变得更好，去爱其他人。那你们的爱太容易了，反正每个人只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，脏的人想什么都是脏的。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就是喜欢一个人，并不是我喜欢他我就能在一起，就在一起的很难受，活得自己都不是个人样，那去爱他有什么意义呢？反正我真的是想的挺明白的，变得更好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是成立嘛。以后是谁知道呢？不去预设以后吧，把自己当下活好吧。反正我挺不喜欢我这半年自己的，就是什么都是乱的，生活是乱的，情绪是乱的，然后自己什么都是乱的，然后又一直莫名其妙一直在暴瘦，我挺不喜欢这样自己的。确实2人走过来确实很不容易，2个人都很不容易。但我一直都觉得我们俩感觉真的是很纯粹的，确实很纯粹。就单论2个人从2年走过来的感情，我觉得确实是很纯粹的。谁不想能一起更好呢？并不是说在一起就是相爱啊，就是硬要在一起就是相爱，不在一起就是不爱了。这半年不是只想起来痛苦的回忆，而是这半年我觉得我变得很奇怪，我脾气这半年，我说实话，这半年我会就莫名其妙的就是难过或高兴，然后也会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每天就是起来是开心还是难过，就是情绪也不是自己掌控，也不是自己掌控的。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吃不下饭，就是我很讨厌我这半年的自己。而且我这半年说实话，我这半年脾气真的很差，尤其是吵架的时候我脾气真的超级差。分开以后2个人都会变更好，不会吧？分开2个人只会变更差。
对啊，因为喜欢我们俩都是我们的爱情粉，就是分开了之后，肯定世界上会变得越来越差。但是我希望这个人是健康的吧，很畸形啊，这半年确实很畸形。为什么不见一面？因为这个不见面，为什么不见一面？因为在微信上就是微信上，可能我现在有那个被迫害妄想症，我现在有那种被迫害妄想症，就是我总感觉有很强大的负面能量，我可能现在有点被迫害妄想症，主要是我的原因，主要因为微信上就聊着聊着都不知道该怎么聊，今天发公报，我觉得跟大家说清楚就好了，我不会发这个公告的，那微博我也不会用了，微博我也不会用了，我会把它放在那里，因为本来这个微博也是，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感情创立的，那我也不会用了，就把它放那里吧。也没什么好发公告的，因为我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写那公告，我现在要把我自己的情绪收回自己手里，我要调整我自己的情绪，而不是被别人的调整。继续合租不了，继续合租很奇怪啊，继续合租我们家只有一张床。但应该会见一次吧，月底应该会见吧，不知道会不会见。而且不是我要分，而且说实话，感情这事情并不是一个人想分就分。算了，但我又，哎呀妈，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反正我现在就觉得就是，与其在，算了，先把自己活好吧。自己问题很大，对啊，我自己问题，就本来谈恋爱就是又没有就是谁是谁的问题，本来就是我问题我也很大，我也知道，本来谈恋爱又不是一个人的对和错，随便吧，我是烂人，我以后就贴个标签，烂人别爱，别沾边，少来沾边。我知道秀姐昨天找陈绿劝和好吗？我爸跟我说了，我妈性格跟陈绿真是一模一样，我爸跟我说了，我现在不想管他们，随便吧，活好自己吧。我感觉，不知道为啥就越活，真的有一种感觉，就是越长大越毒的感觉。我现在就是感觉，就可能很多事情只有你长大了之后才知道，小的时候啥都不知道，不是没见面就下定了结论，而是。不懂，算了，多了我也不想说了。我真的想得很明白了，一个人爽不爽？一个人还好吧，每天都要听着海绵宝宝睡觉，我不敢一个人睡觉，然后每天就是开了，因为我把房间两边都摆了两个台灯，然后听着海绵宝宝睡觉，就是很乱。而且今天其实我回广州之后，我更加坚信，我这次就想明白了，我回广州我更加坚信，我真的想明白了，与其痛苦的在一起，不如等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，再看有没有机会再见吧，而不是就是现在自己一个人，自己都爱不了自己，然后还要在一个畸形的环境里一直待着。我确实刚大学毕业，然后
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。就是我也没怎么步入社会，然后我感觉我也是个很幸运的人，我刚大学毕业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了，然后就什么都很稳定，工作也很稳定，然后就是也有人一直陪着我，我就也没有一个人待过，也没有怎么样，就等于说我真的就没有怎么步入社会。我也是这2年玩互联网才知道人心险恶吧，我也是这2年玩互联网才知道人心险恶。然后自己调节能力，我说实话，我调节能力确实很差，我调节就是可能之前没有受过这么多打击吧，就没有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调节能力确实很差，但我慢慢来吧。我还没毕业呢，结业了，不要了，毕业证不要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也没心思去管那个事情，到时候看看吧。然后我那个微博也不会再更新任何东西了。过好现身。他还连我了，我又不敢拒绝。咋了嘛？你好。你今天有点暧昧了呀？不是啊，不是什么暧不暧昧的。其实我刚刚没开播，我一直在看你的直播。但是我也听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挺好的，让你天天开心。你也是。你月底要回来一趟吗？不知道，应该会吧。行，那就回来说吧。还要说啥呢？你不得，就是这个房子那些东西，不得就是怎么说嘛？不用怎么说啊，我直接把我东西清空就好了。随便吧，我都行。那到时候，那你直接微信跟我说吧。拜拜。你微信跟我说吧。那你连我是干嘛呢？不是，我连你干嘛呢？我也不知道干嘛，可能想跟你讲清楚。问你呢？那你为什么接呢？因为我感觉我不接，到时候不太好呀。我不接不太好呀。你都连了，我不接。就是你已经想清楚了是吧？我一直想清楚，微信上也聊得很清楚啊，我觉得。只是我感觉你一天一个状态。我一天一个状态，我那天那么好的状态，你又说你想清楚了，对吧？那你前一天那个状态，你一天一个状态，我也不懂。我觉得前一天那个状态，你聊得很，不多的不想说了。无所谓，行吧？那你连我咋了呢？没有啊，就讲清楚吧。因为我看你连麦，我感觉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先过好彼此的生活，然后更好了之后再相遇吗？我觉得对啊，就也不是相遇吧，就是以后能遇到就遇到吧。遇不到就算了，起码先把自己过好嘛，也没有就是相不相遇，就是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？那所以这段时间你过得很好吗？这段时间还行吧，也没有好吧，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吧，调整嘛。我感觉你这话我怎么说都有问题，我说吧，算了，随便吧。这是不是你1月份的那个意思啊？顶峰相见的意思。这样只让我更加坚定了吧。你坚定就行。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懂你这连麦就是，我也不感觉，那你连过来干嘛的？感觉很奇怪啊。那你想听我说什么呢？就没有想听你什么，我没有预设呀，因为是你连我的呀。就是我们现在不可以连麦了吗？可以啊，我也接了。吊着别人干嘛？我最不爱吊人，我也没有吊着别人怎么样。其实我觉得微信该说都说了。对啊，
最后一天该说的都说了，前天也在说，我直播的时候也表达就是这个意思。都不是最后一天，是老九，就是那一天你心情好的那天。对啊，我指的就是那一天。就心情不好那天也说，我当时去澳门就是我当时去澳门第一天你就说了。对啊，那个闹分手。去澳门不是去澳门第一天，因为我是凌晨飞的澳门，凌晨飞的珠海，就澳门那天就说清楚了。那我跟你说清楚之后，你说让我们要好好沟通一次，你说不要那么快下决定。什么叫好好沟通一次？就是你飞澳门那天晚上。飞澳门没有说啊，我们是在澳门微信聊的。对啊，你走的时候，你把东西稍微收拾了一下，然后我们没有大概出去了1个小时，你在微信上面跟我说，你说好好再沟通一次，不要那么快下决定，不是你说的吗？然后你没有回我吗？对啊，然后第二天我回你了。没有回我，然后一回我就是澳门吵架。因为我不知道你去澳门啊。我是陪郭宇航去的，因为郭宇航回广州他不愿意回，然后澳门机票便宜，才300块钱，就当天连夜飞了。哎，虽然多的也不说，也不想跟人什么争吵什么的。希望你越过越好吧，祝你暴富，天天开心。让你天天开心。不是没嘴巴就别说了，而是有些事情说出来，我觉得不太好。没有什么，我觉得有什么，我觉得我很坦荡，有什么就说什么。我们这段时间就是有在闹分手，我主动提过分手，而且我也逼过他，我说赶紧发公告，我承认。我就觉得有很多事情我也不想说。对，我就自己说我逼过你啊。哎，别说。一般闹这种不愉快怎么样的？都挺好的，我的问题。好了，我先拜拜了。因为我确实我很久没直播，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，我现在脑子都很懵。好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反正。但是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一下，我问完了，如果你就是之前写好备忘录了吗？不是，我没有想好备忘录，是我现在突然想起来，就是你刚才看啥？今天我在川西，你给我打电话的，你给我早上的时候给我打了几个电话，你当时是为了什么？当时那天我喝多了，一是我那天我确实喝多了，还有就是因为那天我爸妈在闹离婚，我爸妈就在老家闹离婚，我想回老家去看他们。然后我当时我当时就想看看你愿不愿意陪我回去。然后我那天因为我喝多了，确实会想你，我喝多了，然后我那天喝了很多，喝到早上，然后我就喝得很难受，就想你，我也想你。然后我爸妈又在闹离婚，我想我要不就回湖南，然后我就问你要不要一起回，结果那天晚上你就来一句，咱全是脏话，一直在骂我，你在干嘛呀，刘聪？就一直骂的我就很难受。然后我后面就没有回你消息了。后面晚上的时候我也不会开撕，你们撕我就好了，骂我。我们后面晚上的时候，我给你打回那么多电话，你为什么一个都不接？因为你当时一直在骂我，你在微信上一直在骂我，我就骂我很难受，我不想看到你消息，我觉得我一看消息全是负面能量，我害怕。而且当时我初中同学在我家里，我2个初中同学。但是我给你打了第一个电话，我当时没有骂你，而且我们前面我已经在告诉你我去哪里，我去哪里。我害怕你会骂我，因为你上面老在骂我，我害怕。所以你那天是想和好的吗？我那天我喝完酒确实很想你。那你休息了不和好也不是，就是我当时这一个情绪价值我就能和好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们确实这段时间这半年下来，我觉得就很难受。那这半年没有好的时候吗？就不是好不好的时候，而是我觉得我这个人，我的情绪也不是我自己控制的，就我什么都不是我自己能掌控的。就我今天要干什么呢？我今天开不开心都不是我自己控制的。
那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开心的时候吗在？一起肯定是有开心的时候呀。你是问的是那一天，而且不是我想不想和好，那是什么？是你怎么对我。就是我早上给你打完电话之后，你晚上来骂我一顿，那我还怎么回你呢？然后我一开始我没接你电话，我也跟你说，我说我害怕，我不想，我害怕你骂我，然后他就一直打，我能怎么样呢？你就一直在轰炸我电话，我也跟你说，我说别打了，我害怕，我也不想，就是因为我心情本来就不好，我也不想再接受什么负面能量，而且你骂我说我也没有骂你。因为你每次你骂完我之后，我就不回了，我就不看了，就不看消息了。你发什么我几乎都没看，只要你开始骂我之后，我就没看了。你觉得你可能觉得我在骂你，但是我只是想要你一个态度而已。我感觉每次按我们聊天天你也骂了，而且骂得很难听。不是我不想回你，而是我不知道怎么回，我也不敢看消息。我说实话。就你开始骂之后，我就觉得头大，我就觉得没什么好沟通，也不知道怎么沟通。去澳门，我刚去你就知道，因为我是第二天，而且说实话，我去澳门我就没有瞒，我是第2天才知道的。郭宇航刚到澳门，他就发了那个酒店楼下照片。那为什么我们那天还没有完全确定分手，而且你也说了要再沟通一次，为什么你能直接飞澳门呢？我当时已经买了机票了，就是因为当时我跟郭宇航，当时我们2个人睡了2天，每天都是6点起来，然后早上6点睡，下午4、5点起来，然后躺了2天。我想着这样躺着不是办法，躺着人都躺废了，啥也不干。我们就说要不行了去旅游吧，然后郭宇航说行啊，然后郭宇航他说他想去澳门，然后他就看票，说飞珠海才300块钱。然后我们就连夜凌晨4点买的票，7点钟去了机场。然后因为我是去了机场之后，我当时觉得我回来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们2个没说话，那我感觉气氛也很怪。然后那你当时回来是想让我跟你说话吗？还是想怎么样呢？就没有想怎么样，就是我不会去预设什么，我觉得是怎么样就怎么样，而不是我想怎么样。就是你来的路上你想的是什么呢？我来路上我也没有想什么。我当时就想的是收拾行李就直接走，你就想收拾行李就直接走了啊？就是想直接收拾行李就直接走了。对，我还害怕，确实挺害怕的。而且我当时跟郭阳说你要陪我上去，我们收完行李我们就撤。那郭阳说行。害怕，因为我多的我不想说了，因为我觉得你私下真的老骂我，把我当狗骂。而且你每次骂我的时候，我都不会说什么，而且很多时候都不是我不想沟通，是我不敢沟通，我不知道怎么沟通。一沟通，你在澳门那天骂是最难听的，而且我也没有瞒什么。桂阳一到，他就立马发了朋友圈，然后说发就发，随便发。我还想让你看到你。放这么大，随便。就是这段时间你有想和好的意思，但是你现在完全已经不想了，是吧？我就只有那天喝多的时候想了你。然后我现在都没喝酒了，我每天都没喝酒，每天睡得很早，每天11点、12点就躺在床上睡觉了，然后每天就8、9点起来。因为我喝多确实会想你，我现在就不喝了，我每天很健康，每天就是打篮球、踢足球、运动。现在身材然后都没有想过我，为什么？徒增烦恼啊！就不是什么想不想你吧，而是想我，如果想我的话，就是会给你添加烦恼。也不是想不想会给你添加烦恼，你也不用这个引导我说什么，我觉得是咋样就咋样。因为我喝多确实会想你啊，然后我那天去找你了，然后你给我一顿骂。然后你觉得我现在是在跟你做敌人吗？没有在做敌人啊，因为我感觉你确实好像有在引导我说什么，不是什么想你就是突然烦我怎么样，而是我觉得我喝多了，我肯定会想你，我怕我喝多给你打完电话，然后我怕我的结果不能接受，而且什么结果我也不喜欢喝酒，什么结果你不能接受？又给我一顿骂呀，因为我那天我确实我喝多了，早上7点钟吧。
当时我喝到5点钟，然后6点钟我家人给我打个电话，说我爸妈在老家出了很大的事情，怎么样，又怎么这样，超级烦，很多事情，家里一堆破事，就烂的我操，烂的我都烦。说实话，我爸妈现在给我打电话，我都烦他们2个人。但是然后我就很难受，然后我就给你打个电话，然后当我打电话，我确实我要喝多了，我自己都不太清楚我在说什么。那你醒了之后呢？啊？醒了之后呢？醒了之后你还记得自己早上给爸妈打电话了呀？就问爸妈怎么样了呀？那你醒了之后还记得你早上跟我说了什么吗？醒了之后我想想，因为醒了之后我也在处理家里的事情，我当时在纠结要不要回湖南。然后我当时确实我喝多了，我就直接打电话给陈律，然后我当时可能说了很多脏话，因为当时陈律没有回答我问题，我就直接说来，陈律陪我回湖南。然后陈律没有回答，他就说他要拍照了，他说他现在还没有完。我就说哎呀，我可能说了很多脏话，我就说必须陪我，不然我就说了很多脏话。当时我确实是下意识的，然后喝多说了很多脏话，然后我就一直说陪我回湖南买机票。那你醒了之后还有这种想法吗？我醒了之后我就陪处理我爸妈的事情了呀。我爸妈那个事情，我还就你醒了之后就没有想过我要不要陪你回去了？因为醒来之后我爸妈让我别回去了，然后起来之后你就给我一顿骂，因为我起来很晚了。我当时我是下午1点钟睡的，我下午1点钟睡，当时一直在接电话，一直在聊，然后我1点钟睡，我睡醒了之后就已经是8、9点了，我当时睡到10点钟。你去问你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？就是我睡到10点钟你就给我发消息了。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就是如果那天早上你是说你喝醉了之后你想起我了，然后到了，然后那天我一直在那个川西，在很高，我信号不好，后面你给我打了几个，中途断掉了。没断，你信号一直听得很好。前面是停，前面拍照片了，能不能先听我把话好吗？什么信号不好？我当时喝多，但是我是醒着。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？我是醒着的。第一就是那天早上前面几个我是接了，但是后面我确实到那个山顶上了，有一个中途就断掉了。没有断，但是你是好像是有人跟你说话断的，是，然后拉你拍照。好，有人好，我当时没喝多，我当时虽然喝了很多酒，但是我是清醒的。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呢？我不是把话说完，我是感觉你在骗人。好，那天有人在跟我说话，然后电话断掉了。是你自己挂的。然后我又打了，你挂了我又打了。我当时我确实喝多了，我就想，我就说陪我回湖南，然后说不回，我说操你的，必须陪我回，我说你不回不行，我说出事陪我回一趟。然后他当时旁边有跟他说话，然后他笑着说，哎呀陪你回湖南怎么样？我说哎不行，必须陪我回，不然我就可能说了很多脏话。好，算了，算了，不纠结这些了。然后晚上我刚醒来，我早上睡到10点多醒来的，然后你就开始骂我。好，我又骂你了。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连救你都有。那如果说你那天是想奔着和好的意思，你为什么接了我一个电话，你直接就说了一个我要打游戏挂了？因为当时你一直在骂我，你在微信，因为你当时晚上你直接在跟我沟通，就是为什么你早上要说脏话，你怎么满嘴的脏话，怎么样？那我那会儿我也跟你说，就那会儿你就觉得我在骂你了。当时没有骂我，我感觉你在质问我，我觉得你问的不是为什么要陪你回湖南，而是立马来一句你怎么一直在说脏话？我就说我没有，我说我没意识到。你就说你明明说了很多，你还没意识到，然后怎么样一直在质问我，说你不觉得你这问题很大吗？怎么样一直在说我？就是我们断联了7、8天，你突然早上醉醺醺的给我打一个电话，我也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啊。我看不到你的态度啊。也没有。态度是相互的，没有什么态不态度。而且你在澳门的时候，那天骂的是多难听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那你那天开了直播骂了我10分钟啊！你开直播骂了我10分钟啊！开直播前不是你一直在骂我吗？说都是我的问题，说什么现在会变成这样，全是因为我。然后我当时本来我都跟条狗一样，我一直在哄你，我说
我当时真的哄了半小时，我是确实一直在骂我，一直在骂我，我怎么哄啊？就是我其实我很难理解，就是你的骂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你骂你自己心里最有数？什么就骂到什么？那天我承认后面你那天你播了10分钟之后，全是因为你，大家粉丝也不开心，你也不开心了，直播也播不好，全怪我，说一点都不珍惜我的羽毛，为什么要跟我弟弟去玩？你骂的还少吗？哦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你澳门发那个就是骂最难听的。对啊，我承认我是骂的很难听啊，但是我们吵架了，互相骂对方，你也会骂的很难听啊。澳门的时候没有吵，我是跟你好好的沟通。但你就是你的视角觉得是在好好沟通，我的视角觉得没有在好好沟通啊。我觉得你在死鸭子嘴硬，一点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。我的视角是这个样子。没有，我一直都觉得我问题很大，我真的问题很大，我知道，我是个很烂的人，问题很大，我一直都觉得问题很大，我也没有觉得谈恋爱是一个人的问题。我一直都觉得就是2个人的问题啊，我什么都认啊，我本来就是啊，你骂就骂吧，没有什么激不激动，我现在就已经非常之明白，而且我回湖南，我最难过的那一点是，我让你回湖南，你来的不是为什么要回湖南，而是为什么要说脏话。我又不知道你家里出了事。你问都没问，你就一直在骂我说为什么要说脏话，谎话连篇。然后我当时说我喝多了，然后他说喝多了为什么要说脏话？你一直在说脏话，你怎么一直在说脏话？但是我感觉我主要想说的是你陪我回湖南。那我当时每次说脏话是因为他不愿意。那你为什么不能直接说呢？什么都得让我知道，我根本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也没有想让你知道。我只是觉得，我只是感觉跟你断联了7、8天，我莫名其妙早上接了你一个醉醺醺的电话，你叫我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湖南，在我的视角是不是也觉得很奇怪呢？随便吧。就你老觉得我在骂你，但是你又不想一想开端是什么？当时就是在骂我，而且你骂得很难听。我知道我在骂你，但是你们想一下1个月骂都很难听。但你能不能想想开端是什么呢？但我觉得再怎么样你都不能骂这么难听，而且什么都是我的错，我什么没认。你现在这个态度你是认什么了呢？我们断联了这么多天，我这几天我直播我一直说的是，我没必要再认，我不会再当狗了，我真的是想要当我狗一样。你又是，我觉得现在真的很搞笑，你不觉得这纯 PUA 吗？之前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就说，哎，你今天是不是胖了一点？然后我要给你跪下来穿鞋。我说你今天胖了一点，你好好护肤，然后你让我跪下给你穿鞋。你又全部都想，又在想这些事情。你就说，对啊，就是因为你说我胖了一点，我觉得你这件事情就是不爱我了，不尊重我，然后要导致我跪下给你穿鞋，然后你喝多了打我。等一下，所以说这么多天你不老这样吗？所以说这么多天你一直都在想这些事情。我没有想这些事情，是你老是重复这种事情。你这半个月还少吗？去澳门那次也是。那你现在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要推到我的身？那你现在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我的身上吗？你不觉得你这不尊重我吗？哎呀，我操！你现在是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我的身上吗？我没有想推到你身上。那你又说这些干嘛呢？你老是在引导我说什么？我引导你说什么了？什么叫？你自己看你刚刚说那些话吧。我哪句话了？什么叫我回湖南我什么事都不知道？你不跟我说清楚怎么样的？我本来就不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要骂我呢？因为是你早上你醉醺醺的一直在说脏话呀，然后说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回湖南啊。脏话啊！我确实说脏话，但我这是不是事实啊？我每次说脏话都是因为你不愿意去，我说必须要跟我去，不然我受不了，必须去。我记得。那我是不是觉得也很莫名其妙？7、8天了，你也没跟我联系。那你晚上为啥骂我呢？晚上又骂我。晚上骂你，我是因为我给你打了个电话，你不接，你说我直接打游戏挂了，立马就挂了，我才开始骂你的。没打电话之前你就骂了。没打电话之前，我是在讲我的疑问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叫我去湖南，说给我一个机会？我说怎么不是我给你一个机会？没有，我说的都是这些，我没有带一个辱骂的词。你为什么老觉得我在骂你呢？因为你就是老骂我。可是我那天没有骂你啊。
而且我觉得吵架的时候骂吧，就是你骂我，我骂你，这是吵架的时候，就是上头就会说一些难听的话。但是都没有吵架，没有吵架。对呀，当时没有吵架，但是我当时没有骂你，没有带任何一个辱骂的词啊。去澳门的时候也没有吵架，是你单方面骂我。去澳门的时候，我也是说的是我说的是我说你为什么要骗人呢？你去澳门没有骗人，因为你那天回来收东西，你跟我说你要回广州，我又不知道你去澳门这件事。我本来就是为了回广州，因为我要。那我不知道啊，我又不知道你中途要去一下澳门转一下。那你上来就骂我干嘛呢？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上来就骂我。而且我后面跟你说清楚了，我跟你说清楚了是为什么原因，你上来问我为什么去澳门要骗人，说你不觉得这样对我很不尊重吗？说我们还没有分手，你就开始骗人了，你不觉得你这样行为很恶心吗？然后你说完这些之后，我就开始跟你说为什么会来澳门，然后说完之后你就说永远什么事都有借口，你永远就是一直这样子，你就是怎么多烂的人。我要怎么说呢？然后那所以说你觉得你在我们两个完全没有，你在我们两个完全没有分手的情况下，你跟我讲你要去广州，然后我突然得知你去澳门，我不应该因为这个事情觉得很有点情绪吗？当时我们也在吵架吧，而且那天那天吵架，我开直播之前你也在骂我，那又是在骂直播就是因为你骂我骂得很难听，然后后面你知道怪到我什么吗？怪到为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你定义的骂是什么。我承认后面我怎么样？但我觉得我们每天3天一小吵，2天一大吵的，然后粉丝也不给粉丝一个交代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你就来骂我，为什么要跟粉丝？为什么要开直播？为什么要一个人开直播？这种事都能骂我。然后后面说，可是你开的那一场直播。你开的那一场直播10分钟就是一直在骂我有神经病，骂我一直在骂我啊！你私底下一直在骂我呀！你都骂我多久了？我私底下骂过你神经病、骂你傻逼了这些吗？你骂比这更难听！我操！那天我刚开播之前，我讲的就是我的疑问。你那天骂比我更难听。你先听我把它说完。我第一个疑问，我说的是你为什么会去跟你表弟弟妹睡在一张床上？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有点。很没有边界感，这是第一个，我没有在骂你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然后第二个问题，我说的是，为什么？我说你明明知道第二天下午要卖货，还要3、4点才回来，然后我又很生气，因为你的夜不归宿，很生气，然后带货没有带好，我觉得你没有珍惜我们的羽毛。我这两件事情，我那天我就讲了这2个疑问，我哪句话？货那也没带好，不是因为你在吵架吗？混蛋没带好是因为他在直播间摆脸，我回去我还抱他了，他直接把我推开。你们都被疯了，本来都不想说这些的。我们不是敌人，但我感觉顺着他说的话，我会被我会心里很不舒服。顺着他话说话，心里很不舒服。我觉得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心平气和的说一下，你先不要打断我说话，你不要打断我说话行不行？我刚刚说了，我感觉你在引导什么？我到底在引导什么了？来，你把你下面的手机拿下来看看，你下面是不是有部手机？你这样拍，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呀？因为你当时就是本来什么都没说，然后一直在看手机。哦，我有3个问题要问你，然后就一直在说。而且我本来不想说这些什么的，但我感觉你一直在说我。而且我不回消息，我本来不想说的，这确实就是你老骂我。因为说实话，你骂的很难听，而且你每次你骂完我之后，我都不说什么，我就给你骂，但你老骂我。他每次骂我的时候，我就不想理他。说实话，每次你骂我就不想理你，你跟我妈真的是一模一样，贼自吸带着。
什么叫我有错在先？他不能说我，我该说都说了。来，复盘那天，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呢？什么叫我有错在先不能说？我有错我就该给他就是一直骂，我就说，就是我就该给他就是给他踹，给他跪着穿鞋。这种事情还少吗？而且每次你喝多了，我不去接你，我喝多你接过我吗？越想越烦。每次你喝多你还打我呢。对。算了，我们。什么？我被洗脑了，我还用被洗脑，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们心平气和的说一下吧，好不好？如果真的要分的话，我觉得也不用闹得很难看。本来我一直也没想到很难看。对，我也不想，我也没有想引导什么，我也没有想任何干嘛的你。我只是到今时今日为止，其实这么多天吧。断联了这么多天，我一开始确实我也有怨气，我觉得我不管说什么你很难沟通，然后你也不能理解我，我也不能理解你。不是我很难沟通，是你一直在骂我。我觉得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能不能让我把话说？我觉得并不是很难沟通。你为什么老是不让我把话说？你为什么老是不让我把话说完？因为我感觉你在骗人。我哪句话？不是很难沟通，是我跟你好好在沟通，但是你一直在骂我。我哪句话骗人了？我承认我骂过你，怎么了呢？我每次跟你好好沟通，你就说什么事情都有理由。我觉得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什么叫什么事情都有理由？我的天哪！说完什么事情都有理由就开始骂我。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啊？不是把话说完，我感觉你在骗人，我不喜欢你骗人。我哪句话骗人了？我不是说了我骂了你了吗？不是说什么很难沟通什么，我每次我想跟你好好沟通，我们两个很难沟通，是你，我感觉你一直每次好好沟通的时候，你就在骂我。好，来，那我换一个方式好不好？其实这么多天断联了这么多天，我一开始想的是，我们都有情绪，而且我每次有情绪起来的时候，我确实对你的态度挺咄咄逼人的，然后每次就是说话也挺难听的，刚开始。然后断联这么多天，我后面想的就是7、8天没有联系了，我慢慢会想起我们之间好的事情点点滴滴。就是你知道你分手的就是这么一个阶段，你一开始就是埋怨对方嘛，我也觉得你很不能理解我，然后呢我也有情绪，我对你很咄咄逼人。我感觉你好像就是每次吵起来了，你就一直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，然后把自己就是放在一个受害者的地方，这是我的感受，你先听我把它说完，就是会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那个地方，然后一直说我怎么样，这就是然后就会把我的情绪积得越来越大，然后我说的就会越来越难听，这是我这边的感受，这是我一开始，然后后面时间长了，断联7、8天，我慢慢会想起我们俩之间好的地方，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美好的地方。每次你说我有错，我都是立马认错的，我每次都是立马认的。澳门那次也是，你说我在跟你说好，对不起。但是你认了之后呢？你认了之后，你一定也要说一个我之前，我也怎么样，然后就会把我激得很生气。我没有，你澳门你来问我的时候，我说好，你觉得我在骗我就认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就立马认的。我真的不觉得，我觉得我每次我觉得我真的错，我就会立马认。反正是我每次认完之后，你就一直在骂我。就是你现在觉得你就是直接去了澳门这个事情你是不对的，你跟我认错了。当时微信就说了，我当时也没有觉得不对，我觉得你一定要我就认这个错的话，我会认，我当时就认了，因为你一直在骂我。因为我都不懂很多事情，我也没有骗你，也没有怎么样，但是你每次会把就是一直在说我，我不想跟你吵，我也不想跟你说什么，但你就一直骂我。而且我每次都是立马认错，我哪次没认？好，我那个夜不归宿那次，我当时卖货，我卖完之后，我当时自己好好把它卖完之后，我就立马给你去道歉，立马给你再说。但你就一直在上升高度，一直在说我，然后我当时也忍下来了，我哄了你2天，就因为那事情哄了2天，然后第2天还在骂我，我还没认错，我哄了你2天，你第2天还在骂我，然后越骂越难听。
就我感觉我越认，我把自己放越低，你骂就越难听。但是你现在我感觉你的，因为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还是干嘛，我感觉你的怨气特别的大。还好吧？就好像老感觉是我在逼你一样。没有，哎，随便吧。我玩不过你，但我很真实。我觉得我玩不过你，但我很真实。什么叫玩不过我？我很真实。随便你讲吧。没有什么怨气啊，说实话，想得很明白。不是什么叫玩不过我？不是说什么，我都不知道什么叫骂，你自己，然后你骂人的时候你不知道吗？你自己看聊天记录你就知道什么叫骂了。我都说了，我承认我骂过你，但是我觉得是有，就是。而且燕归宿那天，我当时还没睡之前，我就给他拍照了，我说我在哪里，我跟我表弟在一起，我也没有失踪，我都不懂这件事情就值得骂我3天。认错我也认了。其实我确实挺想不明白，说实话，你知道我最想不明白是哪一点吗？就是你说我说卖货是导致因为我没好好卖的，但不是因为你摆脸吗？而且我那天一回来，我3点钟不是因为你夜不归宿吗？怎么是因为我？3点钟回来抱你的时候，你理都不理我。不是因为你夜不归宿吗？但是我3点钟回来抱你的时候，你理都不理我。我当时已经在我表弟那边睡完了，我回来跟你讲话，你也不理我。那是不是你夜不归宿了？这是不是起点？但是我跟你讲了，不是身边把身边说多话，我就是说实话吧，就我自己的感受。这样，随便把自己过好。我跟了陈律说，我怎么没跟陈律说？也没有把自己想好怎么样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。没事，你说吧。你怎么这么大的怨气呢？因为我感觉，算了，没事，没有什么怨不怨气的。因为我不喜欢你骗人，你在骗人的时候我才会烦。我哪句话骗人？哪句话骗人？就是我一直说了，我骂过你，我承认。不是骂不骂，是你很多，你当时一开始连麦你就说是你信号不好导致你没打上电话，但明明是你自己挂的，就很多事情你都在骗人，你就每次在骗人的时候我才会生气。我的视角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前面我接了几个电话，但后面到了山顶上，就是有个信号断掉了一个。前面有几个我还主动挂掉了，我承认啊。这个我有什么好骗人的？这个骗人对我有什么好处啊？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骗人呢？变真相了，我没有骗人。不用。还有你说很难沟通这事情，你刚才不一开始也在骗吗？明明是我跟你好好沟通的时候，你一直在骂我，然后你就说的很难，我跟我们两个很难沟通，是因为你一直在骂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你。我觉得沟通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会导致变成骂了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跟你沟通不了，我的视角就是这样啊。但我跟你一直心平气和的在说，然后你就一直在骂我。你觉得今天这一场连麦你有在心平气和的跟我讲话吗？你看看那澳门聊天记录呢？澳门的聊天记录我看过呀，我确实骂的很难听啊，后面我承认啊。而且一开始我有说过任何吗？我就是你怎么样我都认，你一开始在骂我就认完我认你骂，然后你后面越骂越难听。我当时有骂你吗？到底是谁不能沟通？因为你不承认自己的一点问题啊。我当时没承认什么问题，我什么都认了。
因为你当时一上来，你自己说吧。对，当时一上来我就说，我说你为什么去澳门还要骗人？对啊，我就直接就质问你啊，我承认。然后你就说你骗什么了？你说你那个郭宇航都发了朋友圈了，我要是想瞒的话，我根本让他朋友圈都不会发。对，然后你就开始跟我说你现在在干什么？你说你现在身上没有钱，要去换点什么澳币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当时因为我有情绪，我就直接说，我说你在给我卖惨吗？我说澳门也是中国的那个什么不能用什么的。我当时不是说没有钱，我说的是我没有银行卡，我不是。对，就类似这个是类似，对不对？我没有类似卡，我澳门没有信号，我在澳门。对，就类似。对，然后后面我就继续说，我就说因为我不知道你去澳门了，所以我现在有情绪，我很生气。然后你就一直在骂我。但是你给我的态度也不好啊。我当时跟你好，我刚跟你好，我就说那你一直在骂我，怎么给你态度好？因为我感觉你一上来就是很质问的态度，就要把我当罪人一样。所以我这里我说了嘛，我后面我是不是前天我就承认了？我说我每次跟你抬了，扣了我20分，我现在这里就只有几分了，我这个号总满分100分，我现在这个号只有50分了，完蛋了。跟大家说一下，刚刚被抬了10分钟，满分，对啊，满分100分，我现在只有50分了。他说我恶意炒作噱头，哎，那确实。冷静一下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也是给大家当互联网乐子。再养2个小时废了呀！今天本来还想养2个小时的，这最后一场的这么难播呢，没养到反而扣了20分，这不白播了吗？不如不播，无效直播，直播又无效上了，无效直播。对呀，这不分没加得到，还扣了20分。心情还坐一下过山车，雷霆，决战紫银之巅，神经病吧？哎，就是有啥说，就是当下的心情，对，确实，当下的事情，感觉确实。感觉他就是在骗人，我就在我视角，我觉得他骗人就很难受，不真，没有想坏不坏，我就觉得他骗人，我就很难受，因为我不喜欢骗人，感觉骗人就很假，感觉骗完人就很假。就很假，我没有想坏不坏吧？我觉得，因为刚刚尝试，先要自己过好吧。但我们骗了粉丝，也没骗粉丝吧？骗你们啥了？只是有些事情不想说就不说，因为这本来是不好的事情，也没必要跟你们说。不好的事情跟你们说啥呀？本来我觉得网上有些 CP 超话的重流是真的是很美好的，因为我自己都会磕，说实话，我自己都会爱看，我自己都爱看 CP 超话，确实很美好，我自己都会看。不说了，没什么意义，冷静一下，好吧？冷静一下。不说了，吵也没什么意义。好，你咋了呢又？但我就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觉得我手底下有手机，然后在玩你或者什么的？因为你这老在看，因为你一直在看，一直在滑呀，你刚刚这样子。那你为什么觉得我在玩你呢？
没有人在玩我啊，因为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。你是谁跟你说了什么东西吗？没人跟我说什么，而是算了，不说了，没人跟我说什么。因为我觉得最扯淡的是有个谣言，就是从你这里说出来的。哪个谣言？就俄罗斯聊天记录那个事情。对啊，这个我跟大家说了，我说是我传出来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都承认了。不是那样，你也看了聊天记录，但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就传成？我跟大家解，对啊，我跟大家解释了这个事情，我说是你们4个直男一起干了这个事情啊。我觉得这事情很离谱，就一开始这个谣言，居然是因为我当时知道从你这传出来之后，我都很难过。我也没有怎么想你，因为我觉得有个谣言从你口里传出来，就很离谱。我觉得就是朋友就是传谣言就大不了不玩了，但是就是感觉只要从你这传出来的话，因为那件事情确实也只有就我们2个人知道。因为这个事情我一开始知道的时候，我真的很震惊，并且我也很生气，因为我不知道。但聊天也没有什么。但是我是第2天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但然后你就传出去给别人，就因为当时我晚上的时候我看到，我晚上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，我就立马我就跟朋友说了。你是跟朋友说的吗？对。然后你朋友在乱传。然后你第2天知道什么样情况，你也没有去跟朋友说。我就接受这个事，没有，我跟他们说了。我跟他们说是怎么回事，但是我刚开始知道的时候，我确实觉得这个事情挺让我恶心的。对，但我当时听到从你这传出去，我也挺难受的，因为本来就不是那样子。那你最纠结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吗？也不是纠结吧，我觉得这事情让我很难受，因为本来事情就不是这样子，而且也不是第1天就传出来的，而是过了2-3个月吧，这件事情才传出来的。因为当时有管理跟我说来问我这个事情，然后就跟他们说是过了2-3个月，并不是第1天就传出来，是过了2-3个月莫名其妙就被就是传得稀里糊涂的。其实我本人对于这件事情，我一开始很难受，后面第2天我接受了这个事情。因为这事情是今年1月份吧，1月份跟回广州的时候，然后跟同学跟4个初中同学一起，对，但传出来好像是过了半年之后，就莫名其妙就有这件事情。所以就因为这个事情，你觉得我会害你，或者是怎么样？没有害吧，我会觉得让我很不舒服，说实话。因为我觉得明明事情不是这样，而且谣言传出来之前，你看到聊天记录你就知道什么样的。我后面跟他们说过是什么回事。我找人倾诉去吐槽，确实是我的问题。没有。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是。这个事情我最不舒服的是，他时差隔了很久。你是1月份知道的，然后他好像是后面，当时管理是啥时候跟我说的？我当时在深圳的时候管理跟我说的。说怎么又有个这个谣言，然后问我什么回事，然后就跟他们说。当时深圳的时候是啥时候啊？今年回深圳国庆是不是？不是国庆，反正隔了很久。就你知道事情是怎么样，然后这谣言莫名还是出来了。好狗啊那个朋友。陈乱编。就这中间隔了很久，我就是很不明白这一点。但这个事情你确实也做了。事情对啊，但是朝我约炮。但是明明知道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，但是隔了这么久，就是你该了解你也了解了，但这个谣言还是就变得很奇怪。但是我前几天直播我已经帮你把这个事情说的完整了，就是事情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因为其实我也是我们断联的那几天我才知道这个事情被传出来了，我也是那几天才知道的。
什么东西都想被传，我没怕被传呢，我也没有屁股也要怎么样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情，因为只有陈律知道，我就让我很不舒服。因为就是陈律知道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什么样就是怎么样，但是这边传出来之后就很乱。我也不怕被传，因为我这个人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来随便找个人来锤我，就随便造，我谣言就没停过，但是我就一点都不怕，我这个人就这么样，我还是很刚，我就没怕过。但我觉得这件事情，而且我一开始我都没有想，我都没有怀疑过你，当时公安来找我说，我也没有想怀疑你，我就心里想着，我手机是我手机是不是给别人打开过还是怎么样？当时我都不知道这事情，就是我自己都想不明白，就这都能瞎鸡巴传。我当时还想是不是你跟谁说？过预防，对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事情。就是我一开始得知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确实很震惊也很难受。我觉得，就我的性格就是会找人倾诉和吐槽的。但是你看完就本来事情也没有那样，为什么你要就传的是约炮呢？那是别人传的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是这几天照。你怎么跟你朋友说的？你看完那个，然后就是很正常，你怎么跟你朋友说的呢？我就直接说，我说我们没想到刚分手1个月，我说他在广州竟然加一个模特的微信，还在那里自我介绍，我说还是互发照片。但是确实互发照片，因为但是我朋友说。对啊，我一开始就是这么就事实我看到的就是那样子啊。但是你第二天跟我解释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是什么样的嘛，因为你也把截图给我看了。但是我是你自己看的呀。就是你跟我说你截在了手机相册里，你要发给你朋友的，然后你就把你的相册给我看了，我看到截图在里面。手机是你自己打开我手机看的好吗？什么我给你看的？是你趁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你自己把我手机给打开了。你后面跟我解释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你把这些聊天记录发给你朋友了。对啊，本来就发给我朋友，这对啊，会有你当然是发我相册，然后你看到那聊天记录啊，对啊，才知道这是的嘛。然后我发我那聊天记录就是因为发给那初中同学。对啊，所以你这么跟我解释了，我就理解了。我表达的有问题吗？没事，你刚刚一开始说，我理解成就是聊天记录是我主动给你看的，但是聊天记录是你自己去看的。对，我看了之后，然后后面你就跟我说这相册是你截图，然后要发给朋友的，然后后面我就相信了这件事情。随便吧。所以重点不是说被我发现了，而是你确实一开始我看到了这个事情，就是会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力。但我觉得没啥，就是你也没问我，你就直接因为当时确实你问我，我也觉得没啥。对啊，我也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我怕啥呀？我也没做什么亏心事。我后面就跟大家说了，我说他那天的态度特别坦坦荡荡的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什么叫坦坦荡荡？你当时在长沙，你看到的时候就很坦坦荡荡。对啊，我就是这么说的呀。我就一点都没慌过什么。对啊，本来就没啥，咋样。因为被传成这个样子，也是我们断联那几天，很多人一直在发散各种事情，然后才传成这个样子的。因为我也不知道会被传成这个样子。其实我后面跟他们说过，因为他们第二天就是我传出去问的那些朋友，其实我一点都不纠结他传，但我纠结是谁，就是这东西一开始谁在说的，我纠结是我说的，我纠结这个，但我对是我说的，因为无所谓，因为我就是没做，就是不是那样，无所谓，对是我说的，他说呗，是我说的，我就无所谓，但我觉得就是我后面知道是你说了之后，我就心就很不是感觉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呢？啊，我后面猜的呀，我心里想着这件事情就我们两个知道，
然后我后面我之前当时好像是几月份6、7月份吧，当时管理来问我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说了。然后我当时想着这事情不就只有陈律知道，不是我跟陈律，只有我跟陈律两个人嘛。一开始他一开始管理说我约炮，我当时我说啥约炮？我说这是谣言，说这根本就没有的事情。然后他说跟一个俄罗斯模特什么的，我想了想，我当时我第一时间我都没反应过来。然后后面他们就跟我说我当时回广州那段时间，然后我才想起来。我一开始跟管理聊的时候我都没反应过来，我是后面他们一直在跟我说这事情怎么样，我才想起来这件事情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件事情你很坦荡，你也并且无所谓的话，你怪我把他吐槽给朋友吗？但你吐槽给朋友之后，你朋友在乱传啊，然后你也没有去跟你朋友说啊，然后就是因为我是这2天，你1月份知道的，6月份开始传的，但你1月份你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了。我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这几天才知道网上有人在发散这个事情，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的。然后我自己直播的时候已经说过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对，因为我不说一点是，你1月份就知道这事情怎么样，然后你6月份你朋友还在传。其实我觉得传不传无所谓，随便传啊，随便传，无所谓。但我现在没有，就是你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一直在看弹幕吗？因为现在你没有说话，我也不知道在看什么呀。我们俩是不是就是到今天就会结束了？今年以前就已经结束了。就从今天开始就是正确的，就是完全确定就是结束了。就是早就在你下面骂我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，并不是就是我也没必要演什么，什么叫做什么今天才开始确定？是你当时在厦门，我在澳门骂我的时候，还有就是我在最近怎么样？你早点心里就有数。我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数。我挺搞不懂一点的，为啥？我不知道心里有什么数，我感觉你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多的怨恨？其实我搞不懂一点，就是为啥你每次就是你第一天骂我，第2天又能就是好好跟我，就是又好像跟没事发生一样，又跟我说。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啊。我真搞不懂。我也有这样的感觉啊。就像那天你早上我们锻炼7、8天，你突然也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给我打电话，我也觉得我也搞不懂啊。确实。那我懂你的感受了，懂你的感受。对啊，我可以结婚生子，生个你爹出来。看有个弹幕说我可以结婚生子，对啊，生个你爹出来，生出来你就得叫他爸。天天在阴阳怪气的。生你爹出来，我到时候跟你说一下，给你认一下亲，给你失散多年的爹找到了，别天天在外面流浪了，别当孤儿了。我刚刚是说给我刚刚说这些话都是在飘屏那个人，跟飘屏一样怪气说，我可以，飘屏有个人跟他说我可以结婚生子什么样的，我是回他的，你们别没有扫射，就是单独那一个人在阴阳怪气。要生出来给你看他爹长啥样，病。
听我最近喜欢听的歌，最近可喜欢听这首歌。听听歌，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方大同老师的。谁在我听什么？谁在乎你在我直播间待着呀？你给我出去！谁让你看了呢？还无语死，无语你就别看呗。那天天在那找存在感，好像有人想看你发弹幕一样，天天看你发弹幕，给我心里添堵。你出去吧。没有，我刚才是回个弹幕，刚才有个弹幕说无语死，谁让听你？最近喜欢听什么歌？呵呵，嘻嘻。哎，现在你就留在我直播间吧。我说那我是回那个评论哈，回那些，你就留在我直播间吧。看你天天看一个你讨厌的人，气死你！讨厌的人过得好，气死你！给你气的天天头爆炸，给你气的天天抓狂，气死你！对，气死你！我解释还行吧，还行。平时没啥事就想在我会员上发个疯，平时没事就想在会员上发疯。我每天跟谁玩游戏？我跟初中同学玩游戏啊，天天的，我都不懂。你们扒我就扒我吧，能扒出个啥来呢？我天天跟初中同学玩游戏，然后给我造谣说我跟前女友玩游戏，我初中同学都气笑了，你知道吧？而且我之前玩IO就有玩英雄联盟，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啊，这件事情很搞笑，因为当时那个我初中同学一起陪我回成都的，就是当时有人扒我隐私，就扒到了我的那个英雄联盟账号，他发现我回广州，就是在艾欧尼亚那个区跟了一个以前 ID 跟我的 ID 现在是撞到的一个人玩，然后他们就是硬说是我前女友，但那是我初中同学一个男的。然后这件事情他们就是在网上造谣，说我跟前女友在打游戏，天天前女友半夜3个在打游戏。我跟你讲，我以前都不玩艾欧尼亚这个号的，艾欧尼亚这号是我今年才开始玩的，因为今年老吵架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打游戏，我才开始从3级开始玩的。我要你要等于今年3级才开始玩的，我之前初中都不是玩那个区的，这都能造谣。对啊，就是啥事都能造谣一下，啥事都能编，就扒我隐私我就不说了，扒我隐私这件事我就不说了，啥事都能编，真搞笑啊！随便吧，他是真傻，没啥好知道，我觉得就是反正也不知道说啥，我觉得这件事很可笑。然后当时我初中同学听到这件事情，他就一直在那笑，就莫名其妙被我前女友了，很搞笑。无所谓，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确实，真心喜欢我们两个人，确实比骂我们两个人更多。
嗯，我现在知道了。嗯，前天我也没看直播，不知道是不知道。你越来越好吧？嗯，祝你越来越好吧，天天开心。再见。嗯，今天本来想养号的，用刀扣了几刀，现在搞成这样。我是哎呀，这嗯，好，现在自己活不了，现在自己都活不明白。嗯，没有不知道，我也没有看直播，也没有怎么样，因为私下也有接触，私下接触咋样，我也没有看他直播。好好调整一下吧。哎，今天搞得这样，哎，我确实没控制住，就是本来我还以为我今天能很平淡，就什么事情都很平淡的，没想到还是会很激动。不想这样，没想到还是会那么激动，可不好，哎，又成笑话了，真的可不好，真的舍得失去对方吗？这种事情，我现在已经社会坏了，我觉得我没什么好回，就是感觉我回答了，哎，回答也会被骂，不回答也会被骂。说实话，肯定是不舍得，但是在一起就一直让自己陷入一个就是起起落落、起起落落一个情绪中，我感觉也不是很好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改变。而且我说实话，我最难受的时候，感觉很多时候自己的情绪不是自己能控制的，就是感觉你自己的心情都不在自己手里。嗯，感觉就自己的情绪都不在自己手里，每天。嗯，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吧。而且我觉得爱这件事情真的就是只有时间能证明。嗯，口说都没有用，就直接时间才能证明。希望大家都好好生活吧，因为我一直都觉得，真心喜欢我们的人，真的比骂我们的人多很多，所以因为我真的是一直都不在乎那些声音。希望大家好好生活吧。算了，睡得挺好的。大家多看看陈绿吧，陈绿确实是很好的人，大家多看看他吧。嗯。
好吧，也没有。我现在是在眼里是好是坏？我现在在眼里是个很全面的人，是个很完整的人，是个很完整的人。这个世界就很烂，一起。没事，会不会了？过好吧，先把自己活明白吧，自己都没活明白呢，乱死了。我也差不多下了。对，没有把，我一直都没有把他想得很坏吧。我一直都很相信他是个真的很单纯的人，而且我看到他，我会觉得他很可爱。对啊，就每次见到他，我就觉得他真的很可爱。现在更可爱，真人更可爱。每次见到都很可爱。行了，我也差不多下了，大家早点休息。这么可爱的人以后可能不是我的了，以后再说吧，以后是谁也说不准。以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，说不定以后期待着吧，就那不知道以后是谁能说准呢？大家早点休息吧，拜拜。以后找个很好的女的，你男的女的，我都不懂谈恋爱，算了。不是，刚有个弹幕说以后找个，我像蛆一样，有些弹幕，随便吧。我觉得心里是脏的，想什么事都是脏的；心里是脏的，看什么问题都是脏的。我也是步入社会之后才知道，原来一句你好能被别人解释成他想睡我。希望你们心里都干干净净的吧，天天开心。之前身边哪有什么朋友啊？之前身边也没什么朋友吧，也不怎么联系了，刚刚都全删掉了，也没什么朋友吧。之前身边都很假，一群假人。过好自己吧，自己变强大了比什么都重要，真是。我现在觉得这句话很对，自己变强大了比什么都重要。好了，我也下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天天开心。Welcome back. How you doing, ladies? Y'all already know what it is. You can touch this, yeah. YG and another.